这两个80岁的老头居然要高空跳伞，红衣服的穷人老头刚要跳就怂了，可还没等他说完遗言，就被教练一把推了下去。而妇人却兴奋的大吼，一个箭步便翻进空中。两个老头在空中破口大骂。穷人因为太紧张，提前拉开了降落伞，可妇人却丝毫不慌，她无视教练的提醒，一直不把伞拉开，甚至在半空中唱起歌来，把教练吓得半死。幸好两个老头都安全落地，成功完成了第一个遗愿。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，接下来的遗愿会更加刺激。富人爱德华包下整条赛道，并为穷人摩根准备了一台酷炫的古董跑车。二人将完成遗愿里最接地气的一项赛车。虽然跳伞时的狼狈让摩根很没有面子，但在开车这件事上，他可没怕过任何人。这场酣畅淋漓的飙车终于让摩根放下心理负担，与其躺在病床上躺着等死，度过生命里最后的6个月，不如和土豪病友一起去完成更加疯狂的遗愿。他们坐上私人飞机，直接来到珠穆朗玛峰山脚，准备拄着拐棍携手登上世界之巅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他们刚要出发，爱德华的秘书却提醒说山上正在下暴风雪，更糟糕的是这场雪可能要明年春天才会停。两个老头顿时崩溃了，等到那时他们俩的坟头草都2米高，还怎么登顶？可爱德华却似乎想到了办法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，但无论摩根怎么追问，他都不肯说要怎么办。怀着郁闷的心情，他们再次坐上私人飞机，直奔法国，打算来一顿大餐安慰自己。傍晚，爱德华带摩根来到一家特别奢华的餐厅，再次展现出了作为富豪的基本素养。医生不让吃肉，他们俩便把鱼子酱当饭吃，就着烙饼和油条吃得津津有味。席间，爱德华藏不住话，告诉摩根他有个女儿，但已经10年没有来往。听到这话，摩根立马拿出清单，想加上一条，希望爱德华能和女儿恢复联系。不料一路上和蔼可亲的爱德华突然暴躁起来，直接抢过清单，用笔重重的划掉。摩根惊呆了，可他刚想说话，却突然脸色大变，立马站起身跑进了卫生间里，很久都没有出来。爱德华不放心，以为摩根生气，便偷偷跟进去，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惊失色。摩根胸口的导管意外脱落，衬衫被血染红了一片，看起来特别严重，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去医院。爱德华很无奈，他怎么都想不到，原本不肯跟自己出门的摩根，现在会变得如此洒脱，连医院都不愿去。更糟糕的是，等他们回到法国豪宅，摩根的妻子却突然打来电话，让爱德华快点把丈夫带回去。他十分不理解两个老头的行为，明明人生即将走到尽头，却非得抛弃妻子去完成什么莫名其妙的遗愿清单。摩根妻子的话让爱德华无言以对，他之前只顾着自己高兴，却从没考虑过摩根家人的想法。此时爱德华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对不对。挂掉电话，他有些内疚地走进浴室，想把摩根劝回去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摩根得知妻子的态度，竟然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并不是贪恋此时奢靡的生活，只是不想看到家人眼中的悲伤和失落。作为一个即将踏入坟墓的普通人，摩根只想多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，然后体面地离开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爱德华也不好再劝，只能把摩根带到非洲，继续完成清单上的遗愿。一望无际的非洲草原让两个老头的心情开朗了许多，他们感受着草原的宁静与祥和，也见识了角马迁徙的波澜壮阔。在摩根的劝说下，爱德华放弃了猎捕狮子的想法，只是对着天放空枪，然后被震倒在地，差点没把摩根笑死。很快，二人又往北走，来到神秘又古老的埃及，坐在最高的金字塔塔顶闲聊起来。在这里，博学的摩根突然问了爱德华一个问题：Has your life brought joy to others？ 然而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爱德华却无法回答。他一时间还真想不出自己到底有没有让别人真正快乐过。犹豫再三，爱德华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10年前，他动用势力强行把女儿和穷丈夫分开，只希望女儿能过好一点。结果父女俩却因此决裂，整整10年都没有再联系。爱德华直到现在也想不通，他随便写张支票就能让手下的人高兴一辈子，却没办法让最心爱的女儿感到开心快乐。摩根沉默了，不知该如何安慰，却在心里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为了让爱德华振作起来，他们修改行程，从埃及飞到繁华的香港。刚到酒店，爱德华便玩失踪，不知道跑去哪里潇洒，只留下摩根独自在大厅里闲坐。突然，一位身材火辣、谈吐优雅的美女主动上前与摩根搭讪。她和摩根一样，学识渊博，充满了文化气息。两人越聊越开心，最后美女更是向摩根发出了暧昧邀请。I have a room upstairs. 听到这话，摩根傻眼了。可就在美女以为他马上会答应时，摩根却礼貌地说出了拒绝。I mean, I appreciate that. But to see, She's a very lucky woman. well, I rather think I'm the lucky one.
美女走后，摩根并没有感到失落，心中反而涌起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。离家半年，也是时候回去了。不过在回去之前，摩根还有个愿望没有实现。他偷偷的和秘书约好，等飞机落地，便直接把爱德华带到女儿家门口，想撮合一下，让他们父女俩和好。然而摩根怎么也想不到，就算没几天可活了，爱德华还是不肯在女儿面前认错。他愤怒地走下车，质问摩根为何要多管闲事。 You have no fucking idea who I am. I built a $1 billion business up from nothing. Presidents have asked my advice. I have dined with royalty. And I'm supposed to make out like what? This trip was supposed to mean something to me? Like it was gonna change me?紧接着，爱德华将遗愿清单撕得粉碎，然后坐上车子，愤怒地离开。摩根很难受，他本以为这场旅行能让爱德华挣脱金钱的束缚，放下过去，重新回到家人身边。结果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。爱德华走后，摩根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，准备迎接妻子的责难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妻子并没有责怪他的不辞而别，反而还把子女们都叫来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上了团圆饭。与摩根家的热闹相反，爱德华孤零零的回到市中心豪宅，对着打不开的外卖盒子大发脾气。深夜，爱德华站在窗前，想到自己家财万贯，却孤家寡人，连个说话的伴儿也没有，哭得很是伤心。第二天，爱德华回到公司，听下属们汇报情况，但他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，脑中一直在思考摩根对他说过的话。生命转瞬即逝，既然不能阻挡，那为什么不选择原谅？于是爱德华想通了，他再次来到女儿家里寻求和解，还第一次见到宛如天使般的小外孙女。爱德华有个遗愿，想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，此刻他真的做到了。怀着感激与悔恨，爱德华找到摩根，可再见面时，老友已经躺在重症病床上，奄奄一息。摩根把粘好的清单递给爱德华，希望他能带着自己的遗愿，坚持把清单完成。怀着沉重的心情，爱德华答应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前脚刚走出医院，摩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里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几天之后，爱德华不顾秘书反对，出席了摩根的葬礼，并向所有人讲述他们的经历，真诚地感谢摩根帮助他在人生的尽头敞开心扉，与过去和解。讲到这儿，爱德华掏出清单，帮摩根划掉了他的第二条遗愿。半年后，爱德华也离开了人世。秘书遵照遗嘱，艰难地爬上珠穆朗玛峰，把他的骨灰装在罐头盒里，和摩根的骨灰放在一起。至此，两人的遗愿清单全部完成，没有任何一条遗漏。这对人生挚友将在地球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，永远守护这份最珍贵的友谊。